欢迎收看第1118期北京不静音。我换了一个片头视频，希望你们喜欢。但今天这期节目呢，可能会引起很大的争议。关于《监狱来的妈妈》这部电影，我这两天在华语世界看到了非常多的争论，但是大部分观点我认为都比较肤浅所以我今天呢，以一个电影编剧的身份来讲一讲我对这部电影在伦理方面有什么样的看法实际上呢，我是先写了一篇长推文现在很多人都不喜欢看很长的文字了，所以都会有一个所谓的省流版视频版，所以我就干脆把这篇文字念给你们听好今天要聊一部最近引发巨大争议的电影《监狱来的妈妈》。这个标题本身就很有冲击力，一个从监狱里出来的母亲，一个想要重新回到孩子身边的女人，一段关于家庭、出狱、重生、和解的故事。如果只看这些宣传词，它似乎很感人，但问题是，这不是一个完全虚构的故事，它背后对应的是一桩真实命案。我想先把情绪放一放，从当年的判决开始说起。根据公开的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刑事裁定书，2009年4月15日晚上10点左右，赵小红也就是后来电影中的赵萧红，与丈夫张博在出租屋内因为支床这样的家庭琐事发生争吵并厮打。判决书认定，赵小红退到客厅后，顺手拿起客厅桌上的一把水果刀。当张博追过来时，他持刀刺向张博胸部，导致张博受伤倒地。后来张博经抢救无效死亡。法医鉴定显示，张博是被单刃锐器刺切，导致主动脉根部破裂，引起心包填塞死亡。也就是说，司法文书里认定的核心事实是，夫妻因琐事争吵厮打，赵小红持水果刀刺中丈夫胸部，造成丈夫死亡。法院最后认定她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因为她案发后有让人报警、救助被害人、如实供述等情节。法院认定其有自首和救助情节，所以从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15年，二审维持原判。请注意，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当年的判决不是把它认定为正当防卫，也不是防卫过当，也不是长期家暴之下的被迫反抗。法院的结论是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当然，我们也要非常严谨地说一句，法院没有认定家暴不等于现实中100%不存在家暴。亲密关系中的暴力有时确实很难留下证据，也很难被司法完整看见。但是反过来也一样，没有被司法认定、没有充分公开证据支持的长期家暴，不能被电影直接拿来当作重写命案的道德主轴。这就是《监狱来的妈妈》最核心的问题。它如果是一部完全虚构的电影，当然可以拍一个女性长期遭受家暴，最后在崩溃中反抗并入狱的故事。这种故事可以拍，家暴议题也应该被拍，女性在婚姻与家庭中的困境也应该被看见。但问题是，这部电影偏偏不是完全虚构，它用的是真实人物，它用的是真实命案，它让真实的赵萧红本色出演，甚至还让她的儿子、她的婆婆也就是死者张博的母亲进入了电影。这就不是普通的艺术改编了，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叙事操作。一边借用真实人物来获得震撼力，一边又用故事片的名义改写核心事实一边说这是真实人生一边又在关键地方进行情感包装。这叫什么？这就叫以真实为卖点的道德造假。我们可以想一想一个观众走进电影院，看到的是什么？他看到一个女人从监狱里出来，
他看到他想重新做母亲他看到他想与儿子和解，他看到婆婆似乎也在这个故事中逐渐接纳他，他看到一个受苦的女人正在被命运审判，也正在重新站起来。可是那个死去的人呢？张伯在哪里？他的死亡在哪里？他的母亲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部电影里？他的儿子为什么要重新扮演这个家庭悲剧里的儿子？他本人是否在电影里被重新塑造成了一个应该被反抗的家暴者？如果一部电影通过艺术加工，让观众自然得出一个结论这个女人之所以杀夫，是因为她被长期压迫、长期家暴，最后走投无路。那么这就不只是创作自由，这是在重新分配一场命案中的罪责。原本司法判决里，赵小红是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犯罪者，但在电影叙事里，她可能被重新塑造成受害者、反抗者，甚至女性力量的象征。那原本死去的张伯，在没有申辩能力的情况下，被重新塑造成施暴者，这才是最可怕的。人死了，已经不能说话了，但电影还能替他改写身份，这是艺术吗？还是对死者的第二次伤害呢？更严重的是儿子的问题。公开报道中提到，片子中的儿子乐乐由赵萧红的这个真实的儿子出演，而导演曾表示这些角色别人真的很难演好因为其他孩子没有他的童年经历和心境。这句话非常重，他等于承认这个孩子之所以被选中，不只是因为他是演员，而是因为他真实经历过这场家庭悲剧。也就是说，他的童年，他的创伤，他母亲杀死父亲之后留下的人生伤口，被转化成了电影的真实感。这里我想问几个问题：他拍摄的时候成年了吗？我查了一下，2019年开机的时候，他约12岁左右。2021年8月最后拍摄日的时候，他仍然未成年。那么他是否真的有自由拒绝呢？他是否知道这部电影未来会如何宣传呢？有没有独立的心理评估？有没有儿童心理专家的介入？有没有第三方确认他不是在家庭、经济、情感压力之下被推进镜头的呢？那如果没有，那这就不只是本色出演这可能是一个创伤剥削。还有婆婆这个角色，也就是死者张伯的母亲。如果死者母亲出现在电影中，并且在叙事上呈现某种原谅、接纳、和解，那么它会对观众产生一种极强的暗示就是你看，连死者母亲都原谅了，你看连孩子都参演了你看这个家庭自己都接受了，外人还有什么资格批评？可是我们真的知道他为什么参演吗？是出于原谅？是出于无奈？是为了孙子？是因为经济压力？是因为被说服？还是因为他也被放进了一个早已被设计好的救赎故事里？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不能随便替他下结论。但我们可以指出一点，当死者母亲被放进电影，他就不再只是演员，他的存在变成了影片的道德背书。他站在那里，观众就会以为受害者家庭已经替这个故事盖章了。这正是伦理上最危险的地方。一部真正负责任的真实案件改编这种电影，应该诚实面对所有的复杂性。你可以拍赵萧红出狱后的生活，你可以拍她如何面对儿子，你可以拍她在监狱中的变化你可以拍她作为一个犯罪者，也作为一个母亲内心如何撕裂。但是你不能偷换一个命案的中心你不能把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包装成女性受害者的反抗神话。
你不能把没有被法院认定的长期家暴直接拍成观众理解这个案件的前提。你不能让死者变成背景，让凶手变成主角，让孩子变成母亲重生的证明，让婆婆变成和解的道具。你更不能打着女性、母亲、真实、救赎这些温柔而正义的词去完成一场道德重写。我知道一定有人会说啊，电影本来就可以改编，电影不是判决书啊，艺术不应该被司法文书绑架。这些话没有错，但是电影当然不是判决书啊。但问题是，如果你要完全虚构，那你就不要一直消费真实人物；如果你要借用真实人物，那你就必须尊重核心事实。如果你要使用真实的罪犯、真实的儿子、真实的婆婆，那你就不能又说啊，这只是艺术加工，与现实无关。就你创作者不能同时吃这两碗饭啊，不能一边啊我要真实案件的这种震撼性，一边又不要这种真实案件中的责任感。你不能一边说我要本色出演的这种感染力，一边你又不要当事人关系中的这种伦理风险，对吧？你一边你说我要女权、家暴、母爱、重生这些议题带来的红利，但是你又不承担核查事实、尊重死者、保护孩子的这些义务。所以这部电影最大的问题不是说他拍了一个杀人犯啊，当然可以拍杀人犯，而且犯罪者也应该被拍，监狱也应该被拍，出狱后的人生也应该被拍，人性的这些灰色地带都应该被拍。真正的问题是，你拍犯罪者是为了理解人性，还是为了重新包装这个罪责？你拍这个母亲是为了呈现一个复杂的处境，还是为了把这个孩子推进一个你的救赎剧本里？你拍这个真实案件，你是为了更逼近那个真相，还是为了用一个这种所谓的真实感去贩卖一个更好哭、更好卖、更容易拿奖的版本呢？这是两回事儿，对吧？艺术可以令人不安，艺术可以挑战观众，艺术可以让我们看到罪犯也有人的一面，但艺术不能偷走受害者的死亡，艺术不能让死者失语，艺术不能把孩子的创伤剪辑成母亲重生的背景音乐，艺术也不能把女权这样本来应该用来保护弱者、揭露暴力的议题，变成替一个真实命案改写道德中心的工具。这对真正的家暴受害者也是不公平的，因为真正遭受家暴的人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严肃、准确、有证据、有同理心的公共讨论。他们不需要一部这样的争议电影，用一个司法上没有被充分确认的家暴叙事，去替故意伤害致死案件披上一件正义外衣。这不会帮助反家暴，这只会伤害反家暴议题的公信力。最后我想说，这件事儿不应该被简化成我该不该禁这个片子。我不喜欢用行政禁令来处理所有道德争议。一部电影如果有问题，你可以被批评，可以被抵制，甚至可以被诉讼。公众舆论可以要求他补充说明，甚至追究你程序上的一些违规。但我们最不需要的就是一道行政命令去把它禁掉。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把它拿出来解剖，让所有人看清楚真实案件改编电影的边界在哪里，电影伦理的底线在哪里？明星、评委、出品方导演，你在站台之前有没有核查的义务？平台、宣传方在使用真实女性反家暴这些词的时候，你是否要承担公共责任？因为今天是《监狱来的妈妈》这部电影，明天就可能是另一部真实案件的电影，就是只要流量、奖项、话题需要，
那你任何人的死亡，任何孩子的创伤，任何家庭的悲剧，都可以被重新包装成这么一个漂亮的故事。所以我们要反对的不只是这一部电影，我们要反对的是一种创作逻辑，就是你把真实当卖点，把创伤当材料，把受害者当背景，把罪责重新剪辑成一种救赎的叙事。这不是艺术勇敢，这是现实剥削，这不是深刻反思，这是道德造假。所以监狱来的妈妈背后真正可怕的地方是，当一部电影以真实为卖点时，那它到底是在接近真相，还是在贩卖一个更容易被感动的谎言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感谢收看、订阅、分享。